中国官宣将于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，对此美国人是坐不住了。一方面针对中国探月工程大放厥词，同时还借着中国近些年在太空探索领域的进步，对国会贩卖中国太空威胁论，要求增加拨款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在神舟16号发射之前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希强正式官宣，中国将于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。这是官方第一次明确表态登月项目的具体时间，这代表中国探月工程即将进入新的阶段。对此，美国人是坐不住了。一贯热衷于抹黑中国航天事业的 NASA 局长尼尔森又开始针对中国探月工程大放厥词。他表示，现在中美进入了太空军备竞赛，并且大肆宣称中国若先登月将会控制月球的荒唐言论。美国将会在2025年率先领先中国登月，而 NASA 则借着中国近些年在太空探索领域的进步，对国会贩卖中国太空威胁论，要求增加拨款。现在，美国主导的登月探索计划是阿尔忒尼斯计划。作为美国继阿波罗计划的第二个登月计划，美国在阿尔忒尼斯计划是非常上心的。按照 NASA 在2020年给的信息，仅在2020至2024年的经费项目估算总额就高达350亿美元。然而在这几年 NASA 频繁要求国会拨款，因此这几年阿尔忒尼斯计划差不多烧掉了500亿美元的天价。加上此前的项目投入，阿尔忒尼斯计划总额耗资1000亿美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而 NASA 预计未来4年还将花费400亿美元以上。但是以 NASA 动不动中途申请美国国会加钱的举动看，这400亿美元怕根本无法满足阿尔忒尼斯计划的胃口。因此美国无力承担，也拉上了一大堆国家参加，包括法国、日本、沙特、哥伦比亚、韩国等22个国家，先把他们的钱掏出来再说。而即便是 NASA 一直要钱，但是美国登月计划实际上是一拖再拖。比如说阿尔忒尼斯计划中至关重要的 SLS 重型发射火箭发射至少被推迟了10几次，最终2022年才首飞，比原来的6年计划增加了5年多。而且在最后1个月中发射数次推迟，不是排气管问题，就是氢气泄漏等故障问题。当然有网友可能觉得没有道理，因为美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登月的国家，而且是半个世纪前的1969年。那么为什么过去了几十年，美国的登月能力反倒越来越拉垮，甚至还要请22个国家加入分摊成本呢？因为美国启动阿波罗登月计划是冷战时期，美苏都在进行太空竞赛，美国政府为了赢得太空竞赛，向世界展示技术和军事实力，对阿波罗计划高度重视，并不惜倾尽国力投入大量资源和资金。当时美国的产业链放眼全世界，基本上都是最完整的。整个阿波罗计划耗资255亿美元，按照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算现在的价值，等同于1万亿美元，相当于2023美国 GDP 的 3.9%。 现在美国政府能拿出1万亿美元吗？别逗了，前2天拜登还要求提高债务上限呢，那就只能指望外国了。而且在计划过程中，美国人遵循抢先和多快好省的原则，为了加快登月进度，在很多设备没有验证成熟的情况下便匆忙上马。首次登月计划的成功率只有 55%， 可以说这近乎于是一半的概率了。好在最后成功了，所以说后世有人形容阿波罗计划就像是3人开着洗衣机安全横跨大西洋，这句话并不夸张。现在美国的阿尔忒尼斯计划旨在实现可持续的登月，包括建立月球基地等长期任务。与过去的阿波罗那样短期登月任务相比，这对技术要求更高，涉及多个领域的挑战，如月面着陆、生存支持系统、资源利用等。这些技术难题需要时间慢慢来解决。总而言之，对于阿尔忒尼斯的2025年载人登月计划并不看好，就剩下2年了，搞不好还会因为其他的技术原因推后。
相比之下，中国的探月计划就靠谱得多了。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，无人探月计划的1期绕月、2期落月、3期返回已经完成，4期工作也已经启动。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航天经验和技术基础，通过前期的太空任务和研究，在航天器设计、发射技术、人员生存支持系统等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，为登月计划实施打下了基础。现在，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启动实施，重点就是运载火箭。现在，我国目前所有的现役火箭地月轨道运载能力不足，根本无法运载新一代载人飞船和月面着陆器，两者加起来有40至50多吨的重量。但是根据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龙乐豪的披露，中方正在研制和美国土星5号类似的重型运载火箭长征9号，推力超过4000吨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超过150吨，地月轨道可达50吨，因此可以一次性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和月面着陆器，一次完成登月任务。不过以目前的时间点来看，在2030年前，长征9号不一定能够赶得上登月计划。好在中国还有备用计划，即长征10号运载火箭，这是长征5号的全面改进型，使用火箭加火箭加火箭的 CDC 结构设计，都是现成改装的技术难度更低，更容易实现。地月轨道运载能力可达27.5吨，和美国的 SLS 重型发射火箭差不多。那么，可以作为长征9号研发测试完成之前的过渡运载火箭。当然，因为它只有27.5吨的地月轨道运载能力，需要发射2次才能完成登月任务。第一枚火箭需要搭载月面着陆器模块率先飞往月球附近，第二枚则需要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运往环月轨道。载人飞船和月面着陆器在环月轨道完成对接后，便可以进行登月。所以说，相比美国，在2030年前，中国完成登月的可能性甚至还更高一些。中国或先于美国成功登月，完全是有可能的。